two, one, zero, plus one, two, three, four. 印度的火箭是烧水的，你信吗？其实不光是印度啊，就连阿里亚纳5号，目前欧洲最强大的运载火箭，在它的前几代身上呢，装的维京发动机里面，居然也是需要烧水的。是的啊，是真的把水喷进燃烧室里面的哦。所以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它。首先，我们需要简单的了解液体火箭发动机是怎么工作的，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么维京要朝里面喷水了。你看，这是一张极度简化的工作示意图。左边2个大罐子里面呢，装的就是燃料和氧化剂了，比如液氢和液氧、煤油和液氧，或者是维京里面用的煤油和发烟硝酸了。它们只需要混合起来燃烧喷发后呢，就能完成任务了。这2个步骤分别是在燃烧室和喷嘴里面进行的。不过，想要满足火箭的暴力喷发，进入燃烧室的燃料和氧化剂也必须要足够暴力才行。但正常情况下，从一个底部密封的瓶子里面往外倒水是这个样子的，既不均匀又绵软无力。虽然把它换成自带压力的液氢和液氧会好一些，但本身就是液体的煤油又该怎么办呢？所以它们是一定要靠外力来帮助才行的。这张图中大罐子和燃烧室之间的这2个东西就是专门用来给燃料和氧化剂加压的涡轮泵了。不要小看它，它实际上是整个液体火箭发动机上技术含量最高的东西了所以在没有能力将它弄出来之前人们还用过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用别的气体从罐子后面往里面吹，把燃料和氧化剂给挤出来。甭管这个气体是从高压气瓶里面吹出来的惰性气体，还是用燃烧发生器制造的高压燃气，都是可以的。我们稍后还会提到的。现在说回主流的泵推。所以你看为了让泵给液体加压，这个泵呢，我们就要想办法先让它动起来才行啊。主流的思路是，咱们就用自带的燃料加氧化剂来干这件事儿嘛。过程是这样的从2个柱箱里面出来的液体呢，首先会进入到一个叫做预燃室的地方混合燃烧，用它所产生的燃气来驱动一个高速涡轮，而涡轮则连着2个泵，于是泵就转起来了，就能把燃料和氧化剂暴力的抽到燃烧室里面混合了。这个过程呢不断循环，火箭也就能不断往上飞了，它就叫做燃气发生器循环。有些从预燃室里面喷出来的燃气，在推动涡轮旋转之后呢，就直接排出去了，所以又叫做开放式循环，它会降低一点点燃料的利用率。有些则从预燃室里面出去之后呢，又回到燃烧室继续去燃烧了，所以提高了利用率，但是也增加了结构的复杂度嘛，它叫做封闭式循环。还有一种不得不说的非主流循环叫做电泵循环，因为它是利用电池来驱动2个燃料泵的。但迄今为止，只有 Rocket Lab 的火箭上在使用这种方式，所以它的火箭就被叫做电子火箭了。搞得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还以为它的整个火箭都是电驱的呢，但其实只有那2个泵是电驱的，而且还真没看出有啥优势，推重比嘛小得可怜，估计这就是标新立异的代价吧。哎呀，说了半天，好像这跟水压根没啥关系嘛。马上就来了，那个电泵的除外，所有由燃气驱动的涡轮泵都必须要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何避免被高温燃气给烧毁呢？于是这就导致了3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思路，我们来分别看看。第一种思路发动机设计师呢选择把进入预燃室里面的燃料放得更多一些，让没有烧掉的低温燃料气化来吸热，以此降低燃气的整体温度，保护涡轮。其中的代表就有 SpaceX 研发的梅林发动机了。它启动时释放的夸张的黑烟呢，就是煤油在燃烧不完全时分解出来的产物了。另一波发动机设计师呢，选择的则是让预燃室里面的氧化剂来过量，只要舍得消耗氧化剂再配合上合适的涡轮材料，依然是可以将燃气温度和氧化性控制在涡轮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而且对于使用像煤油这样的有机化合物的液体发动机而言，富氧的环境反而可以避免积碳的产生，既为发动机的测试提供了方便，也为发动机的重复使用创造了条件。代表作是苏联研制的富氧补燃的液氧煤油发动机，比如 RD180。由于其循环方式用于冷却的过量氧化剂呢，最终也能参与到燃烧，造就了它们优越的性能。好了，还有最后一波设计师呢，不知道他们是从哪边获得的灵感，居然既不用燃料，也不用氧化剂，而是用水。是的，他们直接把水呢喷进燃烧室里面来降温。你说绝不绝啊？
这便是维京系列的发动机了。他们一直从阿里亚纳1号装到了4号，整整把水喷了24年。其实任何行为呢，都是可以从历史当中找到线索。它有2个作用，第一个是为燃气发生器来降温，这大概有点像是围绕着火箭喷嘴的那些降温管了。我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资料，就只有这张比较模糊的图片，大家将就看一下吧。它的压力提高一些，这样再去推动燃料和氧化剂的时候呢，就更有劲了。其实这个设计在50年代还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到了60年代，在已经对火箭发动机里面的涡轮泵有了更多的认识，甚至是经验之后，还继续在新研发的钻石运载火箭里面保留这个古老的设计，就真的有点让人看不懂了。不过他们是法国人嘛，所以还好吧。最后，这个喷水的设计还又被印度人拿了去，在他们为阿里亚纳项目工作了5年之后，作为交换，就拿到了维京发动机的所有技术资料。他们估计也就是象征性的倒腾了一下之后呢，就把维京国产化了维卡斯 （Vickers），正好是印度航天之父维克拉姆·安巴拉尔·萨拉巴伊名字的缩写，所以也算是为了纪念这位伟人吧。你看是不是跟维京长得一模一样呢？如今它还被用在印度的极地轨道运载火箭 PSLV 和地球同步轨道运载火箭 GSLV 上面。所以，如果 Rocket Lab 的电泵火箭都可以被叫做电火箭的话，那么印度的这2枚火箭呢，也是可以叫做水火箭的咯。是不是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手上的水火箭更香了呀？好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呢讲给你听。这是一排长征运载火箭，其中一枚呢相当与众不同那就是带一个针尖的长征 RF 了。没错，就是它在今天成功的将3名航天员送往了中国空间站。所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它可以载人，其他火箭却不能载人呢？载人火箭和不载人的火箭究竟有什么区别？它那根头顶上的尖尖又是干什么用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放眼全世界尽管能够发卫星的火箭也有很多，但是能够发射载人飞船的，伸出一只手数到第3根指头就到头了。俄罗斯的联盟号、美国的猎鹰9号和我们国家的长征 2F，为什么就这么少呢？就是因为发射载人飞船比发射卫星在技术上难太多了。总结起来呢，3点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推力要足够的大。卫星有轻有重，但是载人飞船却都是大个头，至少也是7、8吨起步的。比如神舟飞船呢，就重约8吨。要把这么重的一个东西送到距离地面200到500公里的轨道上，火箭自己必须首先是个肌肉猛男才行啊！第二个是也要具备应急救生的功能。载人飞船发射时，最大的危险来自于火箭的上升段。为了确保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呢，火箭就必须要增设故障检测系统和逃逸救生系统。它们就是长征 RF 顶上那个与众不同的尖尖的由来了。我们稍后会仔细讲它。第3点是比普通火箭要高得多的可靠性、安全性和质量要求了。发射卫星的火箭可靠性要求大约为 0.9， 安全性则无特殊要求。这个 0.9 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每发射100次最多只允许失败10次。而发射载人飞船的火箭嘛，标准就要提高很多了。可靠性要求为 0.97， 意味着每100次发射只允许有3次失败。但这3次失败当中呢，危及到航天员安全的概率又必须要小于 0.003， 这就让它的安全性要求达到了 0.997。这个指标有多高我给你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假如一枚火箭里面装着10万个零件，而这10万个零件里面只有1个出现了故障，也就是零件的可靠性高达 0.99999，超级高了吧？但是呢，火箭的系统很大一部分是串联在一起的，即便使用如此高可靠性的零件组装出来的火箭，其可靠性却只有可怜的 0.37， 每发射3枚就有1枚可能会失败，连发卫星都不敢用它嘛。实际上，单靠零件的可靠性是不足以支撑载人火箭的可靠性的，它需要的是一系列的设计准则。我们通俗点讲，在长 F 身上呢，这个准则表现为用最简单的设计，用最成熟的产品，用最彻底的测试，以及呢用最合理的冗余。整个火箭上用到了4万多个电子元器件，它们都要经过100%的严挑细选。火箭飞行的全过程呢不过600秒，但是这些产品却要求600个小时无故障工作才行，是火箭寿命的3600倍。控制系统和电气系统中采用了数十项的冗余设计，也就是增加相同零部件的备份数量，即使一个甚至多个出现故障呢，也能够有顶替它继续工作的备用件，不会影响到火箭的飞行安全。最后虽然我们看到的发射次数
数并不多，但是在这些年间呢，长 2F 的飞行仿真试验却进行了数万次，就是把这些环节都做到了极致，才让长 2F 成为长 2F， 成为这个世界上唯3的载人火箭之一。好了。我似乎还留了一个坑没有填啊，就是长 2F 头上那个特有的逃逸救生系统了。其实这个东西呢，熟悉火箭的朋友不会陌生啊，它在老早前的土星5号上就能见到了，可以称为是航天员的救生艇。一旦火箭在发射过程中出现重大故障，它就能迅速将航天员带离危险区，并为航天员安全返回地面呢提供必要的条件。长 2F 上的这套系统呢是这么工作的。来看这张图，它展示的就是整个逃逸飞行器的样子。说是个飞行器，其实是临时拼凑而成的。从3格翼的下缘开始，原本的整流罩呢会在这儿一分为2，下部继续连在火箭上，上部带着同样也是与推进舱分离了的神舟飞船的轨道舱与返回舱一起，在逃逸主发动机的帮助下呢，迅速与火箭分开。同时3格翼也降了下来，把逃逸飞行器的压力中心拉低，使它更容易受到控制。等到升空之后呢，逃逸塔上面的自控发动机便立马开始工作了，让逃逸飞行器在上升的同时偏转一定的角度，远离危险区。等飞出一定的距离后呢，分离发动机点火，把搭载着航天员的返回舱从逃逸飞行器里面分离出来，其余部分则继续飞行。返回舱按照自己的飞行路线调整到一个有利的姿态后开始下降，随后打开降落伞，安全着陆，彻底脱险。另外还有一个不得不讲的地方，长 2F 的这套系统呢，又分成低空逃逸与高空逃逸2个部分。因为逃逸塔本身也是负担嘛，一旦过了危险性较高的起飞初期呢，就可以将逃逸塔给扔掉了。于是这个部分就没有了。但万一后面又遇到问题了呢？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嘛，即便在扔掉逃逸塔后，也还是有发动机能够完成逃逸动作的。它们就是这几个高空逃逸发动机和高空分离发动机了，并且高空逃逸发动机在一开始的低空时呢，也并不是完全闲着的。如果发生危险，它是会跟逃逸塔上的主发动机一起开机的，以此提高推力，让航天员更快地离开危险。当然我希望它永远也没有用武之地。好了，今年真的是中国航天的高光之年，让我们继续期待更多的精彩和奇迹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好莱坞电影有一个相当经典的画面，主角在最后关头从一辆即将爆炸的汽车里面爬了出来，然后狂奔逃命，在最后一瞬间呢，离开了爆炸伤害的范围，但是却在巨大气浪的推动下往前飞了出去。当然肯定是不会受伤的，不过咱也不关心这个，我关心的是爆炸把它推出去的这个过程。你说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推动火箭吗？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看似奇葩但却实际存在，准确讲应该是存在过的火箭推进方式。首先，咱们得要知道常见的火箭推进方式是怎样的。就拿目前我国推力最大的长征5号运载火箭来举例在它的第一级的舰体四周呢，捆绑着4枚装着液氧和煤油作为燃料的助推火箭，而它的第1级和第2级舰体本身呢，装着的是液氧和液氢作为燃料的火箭发动机。当火箭点燃这些液体燃料会猛地往下喷射，在牛顿第3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作用下呢，就往上加速飞了出去。但是这其中有个问题就是这些燃料的体积和质量其实挺大的。尽管火箭自己已经做得够大了，但是带上天的燃料还是十分有限顶多烧个几分钟就烧完了。虽然已经能够把火箭加速到每秒10来公里的速度，使它脱离地球的引力束缚，但是想要继续再加速呢，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在我们想要到一些稍微远一点地方去的话，比方说最近的邻居火星，都要慢悠悠的飞上9个月的时间。要是火箭能够一直拥有推力，一直在加速的话，岂不能把星际间旅行的速度加快很多吗？既然只是携带的燃料受到了限制，那能不能在燃料上下点功夫呢？有什么样的燃料能够持续的烧上很久呢？你一定已经想到了吧？那就必须是核燃料了。对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了——核动力火箭。而且根据作用方式的不同呢，还分成了2种不同的类型。一种说出来就像是开玩笑一样，把自己给炸出去的；另一种呢，稍微正常一些，也是喷出去的。那么我们下面就详细的来讲一讲。先说第一种爆炸推进式。抱歉，这个真的是有点太无厘头了，怎么说都怎么像是在闹着玩一样。
但是在20世纪50到60年代呢，这可是一个被非常严肃对待的想法，并且呢还催生出了一个美国的秘密项目——猎户座计划，旨在利用核爆炸的力量将一些极端的载荷送入到地球轨道，甚至是更远的地方。它其实是有一个相当严肃的称呼的——核能脉冲推进。最开始由著名核物理学家斯坦尼斯拉夫·乌兰在计算后提了出来。他最初的想法是在火箭发动机的燃烧室里面引爆一枚小核弹，然后利用水作为推进剂来推动火箭。不过很快呢，他就将这个想法升级成了一个更好的模型，即在火箭的外部投放核弹并引爆来推动火箭。他是这么工作的啊。火箭尾部会以每秒2到4枚的速度向后投放小型核弹，这些小型核弹每枚大约有5000吨的 TNT 当量，在它们爆炸之后呢，会将大部分的能量以冲击波的形式输入到火箭尾部的一个挡板上，并推动火箭前进。就在这样一次一次不断爆炸的冲击力量之下呢，火箭就能以脉冲的形式不断往宇宙深处进发了。这个想法在今天看起来呢，是怎么看怎么不靠谱，但是在2战刚刚结束那阵子呢，人们对于和平利用核能正处在最疯狂的那段时间里面，所有人都觉得，这个点子妙极了。其中就包括那位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提出了戴森球的那位戴森。于是政府很快就拨出了数百万美元，要求这帮科学家把这个奇妙的想法发展成为一个可以实际工作的模型。很快一个直径1米、长得像颗子弹、装着常规炸药的模型便制造出来了。在实验当中呢，它居然真的能够骑着一连串的爆炸在空中稳定地飞出一段距离。根据计算这种情况到了真实比例的猎户座飞船上也会是极其相似的，能够提供出2到4 G 的加速度，可以同常规的化学火箭相媲美。而且这种脉冲推进的方式反而还可以为航天器的设计带来一些原本没有的优势，因为它可以做大，做得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把航天器做大做重了，才能更有效地吸收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于是这就跟阿波罗飞船和土星5号的建造思路完全不一样了。前者是要讲究怎么轻怎么好，用的都是一些轻质的复合材料，而猎户座呢，则可以直接用上最普通的钢材，在最普通的工厂里面用最普通的流程制造出来。实际上，造它跟造艘核潜艇没有什么两样，两者都是能够支持船员进行一次长时间的旅行而已，并承受一定的压力。显然太空中所承受的压力远不如深海当中承受的多啊。弗里曼·戴森通过计算表明载人的猎户座飞船可以吸收每秒大约10米的加速度，所以想要进入地球轨道的话，只需要携带大约1000枚小型的核弹就可以了。而想要进行星际旅行的话，那就多带点核弹不就好了吗？一直炸一直加速，想要加速就一直炸呗，很理想吧？不过发射这样的火箭，场面想必也很炸裂吧？一枚火箭伴随着蘑菇云一起缓缓的上升，我怎么都想不到这是在探索宇宙，反而是觉得在毁灭地球。大量的核辐射怎么解决？万一发射的过程中，火箭肚子里面的数千枚核弹一起爆炸了怎么办？这些在冷战时期不太受重视的问题呢，随着冷战的结束被逐渐搬上了台面，公众的情绪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曾经被吹捧的能够替代土星5号将人类送上月球的猎户座计划，也就永远被叫停了。化学火箭虽然效率很低，但是毕竟安全所以迄今为止呢，还是我们离开地球的唯一选择。说到这儿，有朋友可能就要问难道利用核能就没有稍微温和一点的方法吗？除了炸它，就不能有别的办法吗？你还真别说，有的，也是美国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搞过的，就叫做核推进计划，目的也是想要用更快的速度实现星际旅行。它是这么来工作的利用核反应堆产生的高温来加热氢气，然后这些高温氢气会从火箭尾部的喷口以极高的速度喷出，为火箭提供推力，并且呢，这样的推进效率会是化学推进剂的2到3倍，再加上不需要像化学火箭那样携带液氧了，省下的大量空间都可以装上更多的液氢，够火箭持续加速好一阵子了，从而实现把到火星的旅程从9个月缩短到3个月，让宇航员在太空当中呢少受一点辐射。不过宇宙辐射的确是能够少受一点了，但是飞船上不是也自带一些辐射吗？两者一加呢，到底是辐射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还真不好说。的确虽然听起来跟前者的爆炸式推进比起来温柔了很多，但是风险却没有少多少，依然还是会在发射时产生大量的核辐射，依然会面临随时变成一枚巨型原子弹的风险。尽管 NASA 在50多年前就已经证明了用核能来推动火箭是可行的方案，但是它就算摆在那儿，我们谁也不敢用除非用更加安全的核聚变。
NASA 最近发现了一种在金属固体原子间引发核聚变的方法，叫做晶格约束聚变，据说能够为未来的深空探测任务提供一种全新的能源模式。传统的核聚变呢有2种，一种叫做惯性约束，此时的核燃料，比如氘或者氚，被激光压缩到极高的水平，然后才能在极短的纳秒级水平的时间里面呢发生核聚变，释放出能量。另一种呢叫做磁约束，燃料在等离子体中被加热到温度远高于太阳核心的温度之后，才能发生核聚变反应。这2种方式啊，目前输入进反应堆的功率都远高于输出的功率，而且体积庞大，完全无法在航天器当中利用。但晶格约束却可以在室温条件下创造出使单个原子达到聚变融合的条件，这就非常厉害了。尽管离真正投入使用还差得很远，但是基于此的研究一定会为未来的深空探测和星际间旅行带来新的能源解决方案。也许核动力火箭真的是很快就要呼之欲出了。好了，关于这点你是怎么看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咱们多多留言来互动吧。美国的牛头怪火箭是一枚剥了皮才能够上天的火箭，不信请看它发射时的画面，慢动作更清晰啊。在发射的一瞬间呢，原本包裹着第1级火箭的橘黄色织物层材料被一拉而下，像极了剥掉的香蕉皮。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层香蕉皮是为了给火箭保温的。牛头怪系列火箭全都是废物利用啊！1型和2型改装自民兵洲际弹道导弹，3、4、5型呢改装自和平卫士洲际弹道导弹，所以全部都是固体燃料火箭。按理来说，对保存条件的要求并不是很苛刻啊。再不苛刻也是有要求的嘛。原本的导弹系统是被设计来部署在具有温度和环境控制的发射井里面的，而你现在要把它移到户外去发射，当然就要尽可能的模拟一下温暖的发射井了，否则发动机的参数是会发生变化的。对于固体火箭而言温度越高，燃料的反应速率就会越快，于是你就得到了一枚推力变大但工作时间变短的火箭了。反之，如果温度降低呢，则推力变小，工作时间变长。所以即便是固体火箭，保持恒定的温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而对于液体火箭来说，保温就更重要了，因为箭身里面不是低温的液氧，就是更低温的液氢。就算是4氧化二氮和氰这类温度不高不低的燃料，维持稳定液体状态的窗口也很窄啊。没有优秀的保温材料加持是万万不行的。我们在看长征 2F 发射时，经常都可以在火箭四周见到这些脱落的白色的碎片，就是保温泡沫了。它们是被故意设计来当火箭一起飞便要脱落的。那么最后我要考你了，是所有的火箭的保温层都会在起飞的时候脱落吗？如果不是，那又是为什么呢？火箭发射相当激动人心，但你得要感谢这些不但展现了火箭点火的瞬间，也一路跟拍直到火箭进入太空的摄影画面了。因为想要拍下它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刚刚看过的火箭直播画面都是怎么拍出来的。其实我最好奇的有2点，一个是近，一个是远。近的是火箭发动机点火的瞬间，位于喷口下方的画面是怎么拍出来的。要知道这些以每秒数千米的速度喷出的炽热燃气，温度可以高达3000度，再给点力都能接近太阳表面的温度了。摄影机对着它真的就不会花吗？另一个就是远，这些庞然大物起飞之后呢，是以惊人的每小时5000公里的速度远离地面，同时也在远离地面上对着它拍摄的摄像机。然而为什么我们依然还是能够拍下那么清晰的飞行画面呢？难不成是跟着它一起飞的吗？好，一个个来。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尽管这些唯美的画面看起来似乎就是为了满足你我这等吃瓜群众的好奇心的，但实际上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为了向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展示出在火箭发射的各个关键阶段都发生了些什么，比如引擎点火、脱离支架、姿态调整、助推器分离等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呢，它们还会成为事故调查中最重要的关键证据，比如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灾难。所以现在你想明白了为什么工程师要不惜一切的代价在火箭下面、在火箭的四周、在火箭身上布满摄像机了吗？那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娱乐观众只不过是顺带的而已。不过我已经很满足了。为了仔细观察火箭发动机点火瞬间的状态，工程师将每秒能够拍摄500张画面的高速摄影机直接安装到了发射平台上面。但其实就像画面
片里面本身已经拍到了的一样，在烈焰之下，摄像机是如何保全自身的呢？原来它是被安装在厚厚的水泥垫内部，既没有靠近发动机喷口，也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抬头望向那个红彤彤的屁股，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一块由石英玻璃制成的耐热反光镜而已。通过跟潜望镜类似的原理，安全的拍出了这样的宝贵瞬间，让我们也能贴着鼻子感受到火箭的温度。类似的摄像机其实布满了发射架，从而能够让工程师们全面的掌握火箭从启动到脱离这整个过程的每一丝细节。那么上天之后呢，我们该怎么追着火箭拍呢？如果你对摄影有一点了解的话，应该知道一种叫做长焦镜头的东西。就是焦距越长呢，越能把远处的景物给拉到近处，然后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日常生活中呢，不要乱用哦。不过用它来拍火箭嘛，就需要比日常的焦距更长才行了。为了拍出几十公里外满屏的火箭画面，摄影机的焦距会是一个天文数字。它看起来呢，确实也挺像天文望远镜的哦。焦距往往要达到10000毫米以上才足够把火箭拉到我们眼前。但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焦距越大，视野范围也就越窄，而火箭又跑得飞快，想要把它锁在画面中央，摄像机就要同步跟着火箭来转。想想你也知道啊，这可不是一个能靠徒手举着摄像机就能够完成的活。实际上，为了达到目的，拍出效果 ，NASA 很早就在开发能够追踪火箭发射的光学系统了，甚至找过了他自己的历史。1946年天文学家克莱德·汤博，就是在16年前发现了冥王星的那位，被军方邀请来改进一款可以更方便的拍火箭的装置。于是汤博的团队就把一台二战中剩下的 M45防空机枪塔做了一些升级改造，用2台接着35毫米胶片摄像机的天文望远镜换掉了原来的50毫米机枪，然后在中间装上双筒镜。拍摄人员坐进去之后呢，一边用双筒镜来观察火箭的飞行轨迹，一边手摇摇柄控制平台来跟上火箭的节奏。于是本来是要把飞在天上的东西打下来的攻击者，如今变成了能够让他们飞得更愉快的守护者。历史赋予一样东西的使命还真是可以说变就变哦。既然模式定了，后来的 NASA 在地面上拍火箭的装置呢，基本上都是同款升级而已，从手动变成了自动，从黑白变成了彩色，再从胶片变成了数码。而拍摄的火箭呢，也从老套的 NASA 样式变成了科幻的 SpaceX 样式。未来让我们期待更精彩的火箭发射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当一件事情太容易成功之后，我们就会习惯性的认为它大概就应该是这么简单的，知道别人怎么做都做不好，才恍然大悟，原来它没有这么简单。是的，我说的是往天上打火箭这回事。当祝融正在火星畅游，天宫正在太空赏月，西河也将目光直视太阳之时，韩国纯国产的火箭世界号却失败了。虽然飞上了天，但最终也没有把1.5吨的模拟载荷送入预定轨道，所以看起来发射火箭它真的不是谁都能玩的。有这么几样关键的东西我们做起来呢水到渠成，但到了有些国家就是怎么求都求不来第一就是大推力的火箭发动机了。我们装在胖五助推器上的液发100液氧煤油发动机，单台推力达到了120吨，更不要说前段时间才刚刚试测成功的世界最大推力的500吨级固体火箭发动机了。而世界号上呢，能找到最大的就只有75吨，差距还是很明显的。第二就是灵活的发射场了，这个实在不好比我们幅员辽阔，有酒泉、西昌、太原、文昌4个发射场可选，根据不同任务想怎么发怎么发，自由度很大呀。而韩国呢，弹丸之地，挑来挑去只能挑出一个面积25平方公里的小岛，稍微合适一点。但是往东南走上一点就是日本了，本来关系就不好，要是落点残骸下来，再闹出什么国际纠纷，还要怎么收场呢？所以发射角度就特别的窄，等于是手脚都受到了束缚，再好的技术你也不好发挥第三呢，就是数量众多的测控站了，他们是火箭的眼睛。来一张地图你看看一个遍布了960万平方公里的测控站群会是什么样的。更别说我们还有海上的远望、天上的北斗和全球的朋友，海陆空全凑齐了。而韩国呢，除了在济州岛上有一个测控站可以对火箭上升初期做出有限的测控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他的好朋友美国呢，除了不爽他之前跟俄罗斯的合作以外，好像也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了。于是到了天上，就让世界号瞎飞吧。正因如此，关于本次入轨失败的原因，才只能靠猜了。还在争论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吗？其实正确答案已经有了，那就是先有蛋。至少在太空中是如此的。怎么回事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下面我就来解释给你听。1989年肯德基出资赞助了一个太空实验，名字叫做 Chicks in Space。
太空中的小鸡。目的就是要看看未来他们能不能把业务拓展到宇宙当中去，改善马特·达蒙只能在火星上吃土豆的窘境。虽然炸薯条也是他们的业务重点之一，但是比起更加鲜美可口的炸鸡块，还是逊色了一点啊。因为众所周知啊，凡是地球上的生命呢，都是离不开重力影响的。拿发育当中的小鸡胚胎举例，其作为营养物质的蛋黄总是会被重力拉到下边去。为了防止它始终粘在一个地方，母鸡就进化出了不停翻动鸡蛋的本能。然而到了太空当中啊，微重力的环境呢，很自然就使得蛋黄漂浮在中间了。既不用翻，而且翻了也没用了。这会对小鸡的孵化产生出什么样的影响吗？是会有弊的影响呢，还是会有利的影响呢？考虑到我们相当单调的太空食谱，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验证的想法啊。虽然任务徽章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肯德基 logo， 但这个想法本身呢，却并不是肯德基提出来的。提出它的是当时一个正在读初2的学生约翰·维林格。据说维林格有一次去参观了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被那里的一个关于鸡的胚胎是如何发育的展览深深吸引，回家后就立马开始动手实操了。通过这么亲自孵化小鸡啊，维林格了解到重力会把蛋黄拖到蛋壳的底部，必须要定期翻转鸡蛋才行。所以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别人家的孩子维林格呢，大概率会发明一个什么自动翻蛋的装置出来。但是巧了，恰恰在这个时候呢，他的老师告诉他 ，NASA 正在组织一个与太空相关的比赛项目，你愿意参加吗？这一下子呢就启发了维林格。他想啊，我们干嘛不试试在太空中孵化小鸡呢？如果没有重力来拖动蛋黄，是不是也会让胚胎照料的方式更加简单呢？于是啊，维林格马上就完善了他的想法，提交了上去。连续3年呢都拿到了地区冠军，并最终在1983年的时候呢获得了国家级的冠军。NASA 自然已经注意到了他了。当1985年最终决定要把这个项目放在自己次年将要发射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上时呢，他们为已经在普渡大学上了大一的维林格找来了一位资深的工程师，好协助他一起把实验装置给做出来。你们来猜猜啊，这位工程师来自哪儿呢？对了，就是肯德基。这也不奇怪嘛。维林格想要做的是在太空中孵化小鸡，而在地球上孵化小鸡最厉害的当属肯德基了。于是马克·道瑟这位为肯德基工作的优秀工程师呢，就和维林格走到了一起，两人亦师亦友的合作，甚至远超这个项目本身。当然那是后话，我们暂时就先忽略了。说回来啊。大方的肯德基不光送来了人，在看到有望开出世界上第一家太空餐厅的希望后呢，他还送来了5万美元的钞票作为该项目的赞助资金。NASA 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既送人又送钱，这肯德基的合作可以长线做下去哦。维林格和道瑟的效率确实也十分优秀啊，他们很快便制造出了一个太空孵化舱，计划将12枚在发射前刚刚受精的鸡蛋呢放入其中，8枚将完全处于轨道上的失重和辐射环境当中，另外4枚则额外加上铅板保护，以尽可能的减少太空辐射的影响。同时在地面上呢，还有另外12枚鸡蛋作为对照组，由维林格亲自孵化。他会像只母鸡那样，每天翻动鸡蛋5次，希望在21天之后呢，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1986年的1月28日上午，大2学生维林格呢，在又一次跟负责本次太空实验的宇航员克里斯塔·麦考利夫交代完细节之后呢，最后一个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上爬了下来，满怀希望地等待着载着未来小鸡们的航天飞机升空。可是仅仅73秒之后呢，随着一声爆炸，所有人的希望都落空了。这就是著名的挑战者号灾难，7名宇航员殒命天际。当然，维林格的鸡蛋也随之蒸发了。灾难之后维林格返回普渡大学继续学习，道瑟也返回到肯德基去继续开发新产品了。所以，太空小鸡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吗？没有NASA、肯德基、维林格和道瑟都没有死心，他们很快又组在了一起，为3年后的发现者号航天飞机设计一个升级版的全新实验。这次将有32枚鸡蛋上到太空，16枚呢是在发射前的2天受精的，另外16枚呢是在发射前的9天受精的。也就是说，其中的一半小鸡胚胎在上太空前，在地球上发育的时间是远大于另一半的。实验者想要看看它们之间是否也有区别。
这次的任务呢是成功的。1989年的3月18日，发现号航天飞机在轨飞行5天，绕地球80圈之后呢，带着宇航员和这32枚还在孵化中的鸡蛋，完整的回到了地面。其中一批被立刻拿去进行组织学、形态学以及矿物元素的解剖分析，另一批则被精心照料，直到孵化。3月24日晚间，第一只经历了太空飞行的小鸡终于破壳而出了。兴奋的人们给它起名肯德基。接着又有7只活蹦乱跳的小家伙钻了出来，只可惜呢，他们没有争取到取名的机会。有点意外的是这8只幸运的小鸡呢，全部都是那批在发射前9天受精的胚胎，而它们跟地球上孵出来的小鸡在各个方面都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这些太空小鸡长大后所生下来的太空鸡2代也还是跟地球鸡一模一样。所以看起来小鸡胚胎的发育应该是有一个阈值的，在没有达到那个阈值时呢，微重力对它的影响大到了能够直接杀死它，而一旦越过了那个阈值，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了。肯德基的太空生意是有希望的。而那只叫做肯德基的太空小鸡呢，也被送到了路易斯维尔动物园里面，愉快的度过了一生。虽然待遇上比不过在巴黎拥有一尊雕像的太空第一猫弗利塞特，名气上也比不过太空第一狗莱卡和太空第一黑猩猩哈姆，但是呢，却经常会被你念叨着，不是吗？好了，这就是太空中肯德基的故事了，也是美国第一次在太空中养家禽的尝试了。那么，也算是人类的第一次尝试吗？很遗憾太空家禽竞赛中呢，还有另外一名选手呢，苏联，而且人家看起来似乎比美国走的还要更远哦。怎么回事呢？我是火箭叔，关注下一期咱们就来聊一聊。